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听书学史。你现在是否经常感到肩膀紧绷？长时间的久坐、工作压力、焦虑和紧张情绪等因素，都可能导致肩膀无法放松的感觉。今天我要介绍的书籍是小黎红杏教授所撰写的《放松肩膀，一切都会变好》一书。当我们感到焦虑或身体不适时，肩膀往往会紧绷。这种肩膀紧绷的状态会对人的健康产生不良影响。当肩膀紧绷时，我们会感到情绪低落，自律神经紊乱导致更加紧绷的恶性循环。然而，即使我们知道这一点，放松肩膀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。我们总觉得有很多事情要做，我们被这些想法所困扰，每天背负着许多东西，因此不知不觉地紧绷肩膀。然而，我们背负的东西真的那么重要吗？我们是否因为他人的期望、固定观念和社会的眼光而过度努力？正如之前所说，这种使肩膀紧张无法放松的努力，从长远来看会影响身体和心理的不适。相反，如果能够放松得当，就能够摆脱多余的负担，留下真正重要的事物。今天我们要一起学习如何放松肩膀，如何优先考虑真正重要的事物。今天的视频内容如下。第一，压力激素会破坏脑细胞。第二，舍弃和保留什么是好的。第三，放松肩膀的3个技巧。这些内容都非常重要，请务必观看到最后。接下来，让我们开始第一部分。压力激素会破坏脑细胞。无意识的紧绷肩膀会干扰自律神经的正常功能，而焦虑是导致这种紧绷的原因。例如，对未来的不确定性，对未来生活的模糊不安。季节变化所导致的身体不适等无法自我控制的事件，会给我们带来许多烦恼和焦虑。每一个小小的不安可能看起来微不足道，但当这些小小的不安积累起来时，会逐渐影响自律神经的功能，对你的身体状况带来消极的变化。为了摆脱这种焦虑所带来的身体不适，我们需要学会不再忍耐。越是认真的人，就越容易过度努力对抗焦虑。然而，请记住，这样做是适得其反的。焦虑的积累最终会转化为压力，对你的身体产生重大影响。当我们感到焦虑时，体内会分泌一种叫做皮质醇的激素，也被称为压力激素。当皮质醇过多时，会破坏脑细胞，增加患认知症和抑郁症的风险。此外，压力会扰乱自律神经，使心率、血压和血糖等指标升高，对血管造成损伤，增加心脏疾病和脑疾病的发病风险。换句话说，轻视和忽略焦虑可能会引发严重疾病。在日本，忍耐和努力被视为美德，但从健康的角度来看，避免忍耐是明智的选择。我们往往很难意识到自己正在忍耐和努力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不仅要倾听周围人的建议，还要倾听自己身体发出的危险信号。过度努力和忍耐会给我们带来危险信号，例如感到疲劳却无法入睡，尽管很累却无法入睡，或者明天有重要的工作却因焦虑而无法入睡。这些失眠的症状主要是由焦虑和压力导致的自律神经紊乱所致。即使你没有明显的身体不适，如果你的不适感或症状持续2周以上，请尽量去医院就诊。也许有人会认为去医院是多余的，然而等到明显的不适出现后再去就诊，已经太晚了。在健康方面，没有任何人可以掉以轻心。如果症状持续2周，请毫不犹豫地就医。此外，这些不适不仅仅是生活变化的结果，也可能是年龄增长的结果。根据作者的研究，男性大约在30岁左右，女性大约在40岁时，副交感神经的功能开始下降。换句话说，随着年龄增长，副交感神经的功能下降，交感神经变得更加占优势，这就导致自律神经的紊乱更容易发生。由于这种自律神经的紊乱，男性在30岁后，女性在40岁后，对新环境、情绪变化的适应能力逐渐下降。年轻时可能连续几天不睡觉也没事，但一到30岁，很容易感到疲劳。这是很多人都有的经历。这是因为副交感神经的功能在30岁时突然下降，这一点已经通过研究得到证实。此外，我们还发现，
副交感神经的活动水平在40岁和50岁之间也会下降。在45岁和55岁这样的关键年龄，副交感神经的功能下降后，人们在面对新事物时会感到犹豫不决，很难适应新环境，放弃并认为这是因为年纪大了而身体不好是很容易的事情。然而，通过一些小的对策可以调整自律神经，恢复过去的身心状态，这也是事实。既然已经知道疲劳的原因是自律神经紊乱，那么不采取对策就是可惜的。在接下来的第2部分以及之后，我们将详细介绍调整自律神经的方法。但最重要的是思考并选择对自己来说真正重要的事物，明确自己能做什么，不能做什么，什么是重要的，什么是值得保留的。这对于调整自律神经和充实人生都非常重要。你认为自己不能放弃的是什么？相反，你希望放弃的是什么？为了找到对自己来说真正重要的事物，我们需要进行一项工作，即摆脱不必要的东西。每当你抛弃肩膀上的负担时，肩膀上的压力就会减轻一些。就像打扫房间一样，每当你扔掉一个东西，房间就会变得宽敞更明亮。让我们重新开始审视自己周围的环境，你会发现有很多不必要的东西。这些不必要的东西可能是因为过度关注他人的眼光而带来的负担，比如不健康的人际关系、过度的物质拥有、消极的思维模式等。请毫不犹豫地抛弃这些东西，就像打扫房间一样。如果迷茫了，就大胆地放手扔掉。试着想象一下你的肩膀上承受着多大的负担，然后努力去除它们。这里有3个重要的负担需要特别考虑，即立场、过去和欲望。例如，你在工作场所、家庭、兴趣爱好或社交团体中，是否努力维护自己当前的立场？你是否为了保持立场而努力不顾一切？然而，这种立场终将会失去。如果过于执着，自律神经也会紊乱。当失去立场时，周围的人可能会不再关注你，不再重视你。这就是为什么许多人希望保持立场和地位的原因。但无论如何执着，最终都会失去。当人们遇到无法控制的困扰时，会承受更大的压力。而我们无法掌控的事物中，最典型的就是他人的言行。一旦失去立场，人们可能会被抛弃和忘记，这是常有的事情。因此，让我们将他人和自己分开，就像回想起本频道所推荐的畅销书《被讨厌的勇气》中的课题分离一样。不要让他人的评价成为你的弱点。我们应该保持与他人的距离。我们无法控制他人的评价，所以请远离这些人。关于课题分离的问题，本书介绍了当时仍是职业棒球选手的松井秀喜的经历，可以作为参考。在他从巨人队转回到纽约洋基队的第1年，松井遇到了严重的低迷期。作为一个期望成为全垒打手的球员，他在打击时无论如何也无法将球打高，只能打出滚地球。纽约的媒体称他为滚球王。那段时期，媒体每天都对他进行严厉批评。在一次采访中，记者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，被媒体称为滚球王：你不介意吗？松井的回答是：我一点也不介意。我无法控制记者们写什么，所以我选择不关心我无法控制的事情。他不依赖他人的评价，没有多余的内耗自己的自尊心。这正是超一流运动员的特质，也是我们应该学习的地方。与其被他人的评价扰乱身心，不如从一开始就排除那些自己无法控制的事物。这种思维方式非常重要，因为对于自律神经来说，最不好的情况就是渴望被认可却无法获得认可的状态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我们需要学会接受无法被认可，并逐渐舍弃自己无法控制的事物。接下来，让我们继续讨论如何放下过去。你是否被过去的记忆所困扰？无论是美好的经历还是痛苦的经历，都会让你心力交瘁。我们往往会陷入如果当时我这样做就好了的消极思考，或者回忆起那时真好的积极思考。然而，如果过于执着于过去，会让我们失去活力。无论如何回忆过去，现在并不会有任何改变。当然，如果能够从反省过去中汲取经验并应用于现在，那就另当别论。
但仅仅是回忆如果当时我这样做就好了，或者那时真好，对我们来说是没有意义的。停止沉溺于改变不了的过去，将注意力转向能够创造的未来是非常重要的。为什么人们会回忆过去，沉溺于过去呢？因为现在的生活不够充实，人们往往会沉浸于过去美好的回忆，而不是面对看似不太光明的未来。结果是逐渐失去改变未来的动力，变得沉迷于过去。当我们感到身体不适时，也是同样的情况。当我们感到痛苦时，情绪会变得低落，我们会再次将目光投向过去，我们会美化过去的自己，逃避眼前的现在，这是人类的正常心理反应。然而，一旦我们陷入回忆过去并沉浸其中，思维和身体都会停滞不前，自律神经的功能也会衰退。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发生，我们需要摆脱过去的人和事物。那么，如何才能摆脱过去呢？作者建议的第一步是进行断舍离。当我们身边没有过去的物品时，回忆的次数也会减少。人们常说，临终时没有人能够带走金钱、荣誉或物质，因此我们只需要放下不必要的东西，只保留真正需要的东西。将断舍离作为摆脱过去的第一步，试着开始清理。另外，如果有些事情无论如何都无法放下，那么正视它也是很重要的。如果你担心在临终时会后悔，那么我建议你现在就行动起来，像是进行一次小旅行。无论你如何苦恼，没有结论会出现。只有当你好好面对和整理过去的记忆后，你才不会再深陷困惑。不是美化过去，也不是贬低过去，而是看待现在的真实场景。这样，你内心对过去的执着就会解开。现在，让我们继续解释如何放下欲望。你是否对赚更多的钱、拥有更多的物质、过上更好的生活感到强烈的渴望，从而让肩膀紧绷？在生活中，金钱是必要且不可或缺的，但是如果过于追求金钱，就会被金钱所控制。当欲望和金钱纠缠在一起时，人们会变得不理性。确实，金钱很重要，没有金钱无法过上安心的生活，也无法保护自己重要的人。然而，金钱不能随我们到坟墓。一切最重要的是，赚钱不应该成为人生的目标。我们需要认真思考，为什么想要赚钱，想要用赚来的钱做什么。此外，对于自己花出去的钱，也需要与自己分开思考。例如，如果你借给朋友1万元，而他没有还，你会感到很在意，你会对曾经的友情和美好的回忆的价值感到降低，同时会想起那个不还钱的人，感到烦躁和困扰。或者假设你进行股票投资，由于某种原因，整个市场开始下跌，你的投资也出现了亏损，无论是1万元还是2万元，你都会感到颗粒和不安定。这种心理状态会导致自律神经紊乱，这种心态在利益得失方面是非常不利的。在金钱的事情上，如果你会因为自己的波动而心情不稳定，那么与其在一开始就决定不关心从自己手中离开的钱，不如将借出去的钱视为不会返还，将投资的钱视为不会挽回。对于离开自己的钱，将自己与之分离是最好的做法。不要因为离开的钱而浪费你宝贵的人生时间。无论你如何纠结，钱是不会回来的。所以，让我们在钱离开钱包的时候就告别它。以上是关于放下立场、过去和欲望这3个重负的解释。接下来，让我们进入最后一部分，放松肩膀的3个技巧。首先，最重要的是调整自律神经。当自律神经失衡时，血液流动和消化功能会下降。如果再加上压力，自律神经会进一步紊乱，形成恶性循环。特别是那些连通勤都不需要的在家工作者，可能因为缺乏运动而导致血液流动停滞，自律神经紊乱的可能性较高。血液流动停滞会导致自律神经紊乱，而自律神经紊乱又会进一步导致血液流动停滞，形成恶性循环。这对肠道环境的影响尤为明显。自律神经紊乱会导致肠道蠕动减慢，易发生炎症。换句话说，肠道环境会恶化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改善的方法只有一个，那就是运动。当你感到疲劳时，运动比休息更重要，
因为它可以促进血液流动，减轻心理和身体的疲劳。在医学上有句话叫做心、技、体，身体的健康比心理和技巧更重要，因为只有身体健康，心理才能保持健康。例如，被称为幸福激素的血清素的大部分是在肠道中产生的。改善肠道环境后，血清素可以正常分泌，对心理有良好的影响。一切的基础都在于身体。特别需要注意的是自律神经的平衡和肠道环境。在掌握了这些基本知识后，让我们学习一下放松肩膀的3个技巧。这3个技巧是节奏、运动和呼吸。保持生活的一定节奏，对调整自律神经非常有帮助。在生活中建立一定的日常规律，每天固定的起床时间、工作开始时间、午餐时间、休息时间、晚餐时间和睡觉时间。通过这样的日常规律，自律神经的功能会增强。在建立这种节奏时，休息尤为重要。如果你能够在工作时间内进行一定的调整，建议采取短时间但频繁的休息。这是因为人们在一项任务上能够保持专注的时间最多只有45分钟左右。在完成一项任务后休息15分钟，然后再进行下一轮，这样可以保持高质量的专注状态。请尝试一下看看效果如何。在这15分钟的休息时间中，建议进行一些运动，即使时间很短，可以做一些深蹲、上下楼梯，或者进行简单的伸展运动。如果有余裕的话，可以加入一些注重腿部和腰部的运动。在腿部肌肉中，大腿肌肉是最大的肌肉，刺激大肌肉可以提高基础代谢率，预防和改善生活习惯病。此外，大腿肌肉和脑部认知功能之间有密切的联系。锻炼大腿肌肉可以预防认知症。小腿肌肉起到促进血液流动的泵的作用，通过刺激和伸缩这些肌肉，可以帮助将下半身血液顺利送回心脏，改善血流。因此，下半身训练可以改善血液流动，预防生活习惯病和认知症。建议将下半身训练融入日常生活中。最后一个技巧是呼吸。在自律神经的功能中，唯一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控制的就是呼吸。我们无法直接向心脏发出慢慢的跳动的指令，但我们可以有意识地调整呼吸，使其变得深且缓慢。基本上，当我们吸气时，交感神经会处于主导地位，血管会收缩；当我们呼气时，副交感神经会处于主导地位，血管会扩张。通过有意识地进行深且缓慢的呼吸，我们可以使自律神经恢复正常。理想的呼吸节奏是通过鼻子吸气3秒，通过口吐气6秒，反复进行。坚持这种节奏一段时间后，自律神经会恢复平衡，血液流动也会改善。特别是对于入睡困难的人，可以在睡前尝试一下，你会感到四肢温暖，进入深度睡眠。以上是放松肩膀的节奏、运动和呼吸这3个技巧，请务必将它们融入日常生活中。如果你还有余力，我建议你再尝试一个额外的技巧，那就是在睡前写下3行日记。在这个频道中，我们一直推荐在睡前写下今天的3件好事的3行日记，但是作者提倡的3行日记略有不同。方法很简单，在一天结束时，写下关于以下3个方面的1行日记：1、今天最讨厌的事情；2、今天最开心的事情；3、明天的目标。例如，你可以这样写：一想起了在学生时代犯下的错误，情绪变得沮丧，担心自己会一直陷在这种情绪中。2、在社交媒体上发表了这样的话，然后收到了同学的联系，决定下次一起出去喝酒。3、努力让同学听到自己积极的近况。你可以按照这样的方式写下来。这种写下的3个顺序也有意义。写下讨厌的事情是为了了解你感受到的压力是什么。通过每天重复这个过程，你会意识到自己被消极的固执所困扰，而通过将其写成文字，你可以释放自己承载的压力。实际上，在心理学的研究中发现，写下消极情绪可以减轻压力。在写下讨厌的事情之后，写下好的事情是为了转变心情。养成3行日记的习惯后，你会开始从一天的事情中寻找好的事情，就像3个好事一样。意识到快乐、
愉快和幸福等情感，可以增强副交感神经的功能。最后写下明天的目标，可以让你将目光投向未来，以清爽的状态结束一天。希望这些内容对你有所帮助。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。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，记得点赞、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，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。在下次的节目中，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书籍。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。